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Dylan。那我是要说这一次为什么会开始有这个契机，让我有得到了这一台 Mac。其实从我上一次从日本回来的时候，因为那个时候手脚全身都受伤，所以我给自己休息了一阵子。那现在其实还在复原中。那中间别人约我出国邀约，应该至少有5、6、7次了吧，都还是被我拒绝，不管是去哪里。那我哪里都不想去，连家门都不太想要出。但是那个时候前阵子接到了一通电话，说我在台南，就是台南的那个家庭很疼我。那以前我也在那边住了好几年的时间吧，其实没什么印象，但是听说住了好一阵子，他们家人都对我很好，就是我阿姨他们。我姨丈因为一些生病的问题，然后住进了加护病房。那个时候我就前一天我才拒绝了我妹她家庭旅游的邀约，然后她才不开心。隔一天我接到电话，因为是周末了，还有一些事情要处理，所以我就跟我阿姨说，好，我下礼拜一下去。所以我下个礼拜一就白天处理好了一些我在台北该办的事情，然后我就搭高铁下去了。其实在整理行李的时候我没有想太多，我就想说至少先准备1个月的分量，不管是我平常有在吃的药啊用的东西，我先准备1个月。反正很匆忙的整理完这些东西之后，我就搭了高铁去台南。那不管是病情往下转，后续需要帮忙，或者是病情往好的方向转出加护病房之后可能会需要病房上的照顾，那我也可以帮忙，因为我本来就是护理师嘛。而且姨丈80几岁，然后我大姨快80岁，我真的很不忍心就是一个老人照顾另外一个老人，因为我真的觉得这样的生活太辛苦了。因为毕竟我以前是在照顾病人的人，我知道病人很辛苦，家属也很辛苦，其实护理人员很辛苦，医护人员很辛苦，但是其实真正身心煎熬的人是病人本人跟家属。对，所以我在想能够去帮忙一些什么就帮忙些什么，不管是精神上减少负担，或者是体力上的，因为我日夜颠倒嘛，所以我可能可以去顾晚上，阿姨顾白天，或者是姨丈还在加护病房的时候，那我非常不放心阿姨一个快80几岁的人在家里，可能以前过往经验很多都是什么老人家跌倒或者是怎么样吧，他又辛苦了半年，我真的是很担心他的健康，所以我就去帮忙了。我一直都是一个难入眠，但是睡着之后就起不来的那种个性。像我照顾我妈在住院的时候，我一睡翻，连主治医师来我都不知道。但是这一次我不知道是警觉心大开还是怎么样，刚开始前几天是因为姨丈还在加护病房，那我跟阿姨睡，她就是睡不好，可能是这半年的累积。她一醒来，我莫名的就会醒来，即使我平常有在吃安眠药睡觉的习惯，我还是就很警觉的醒来了。所以其实我一直都没有睡好，因为我平常可能睡觉的时候都需要10到12个小时是至少，少于这些时间的话，我就会有一种都是睡不饱的感觉。持续了几天之后，我就觉得蛮累的，就是好像都睡不饱的感觉。之后姨丈病情好转，然后转出加护病房到病房去，那就可能是轮着晚上我照顾，白天阿姨照顾。我也希望这能够帮忙减轻一点阿姨的负担，即使她在家自己睡觉，好像还是不是很好睡。但我就不知道我去那里的目的，我想说，应该可以减轻一点吧。可能之前在做 special nurse 的时候，即使我是夜班，我也不会睡觉，所以整夜我都没有睡，可能就是在用我的 iPad 啊，看看要做什么。因为已经好几天没有睡饱，已经没有体力再去做其他需要动脑的事情，就是这样子一天过一天。中间我们确诊了，在台南确诊，就是事隔第一次确诊，已经2年过后，第一次也是我照顾的病人传给我的，第二次我也觉得啦，但是不好说。我跟阿姨还有表姐都确诊了，所以我们就住在那个家里一阵子。因为阿姨第一次确诊，我真的是非常担心，她要快80几岁，之前没有确诊过，所以我又不知道她会突然怎么样，我都不知道。
我就会很警觉，注意他的体温啊，有没有状况啊，或者是怎么样的。医院那边也要关心，但是反过来好像变成了我在那里就是阿姨又要煮饭给我吃，但是其实我不需要吃那么多啦，真的，我还是很认真的在吃。等到我们都确诊完了之后，我又回去照顾姨丈嘛。在确诊之前，因为一个意识清醒的人，他如果在加护病房多住了几天，加护病房是没有日夜的观念的，他们病人会不知道现在白天还是晚上，所以那个时候意识会很混乱，会开始越来越混乱，你会搞不清楚哦，这谁啊？可能那个是谁啊？这是一个加护病房症候群，这是正常状况。那他转出来的那几天，我跟阿姨在轮流照顾的时候，那姨丈平常都是对我很好，他真的是没有对我发过脾气。但是我照顾他的时候，他就可能他有他的坚持吧，可能他也忘记了我有我的专业，所以我们两个有时候会僵持了一下。我觉得这样做可能是比较好的，但是他就不舒服，或者是他觉得我不知道他现在状况，所以就不让我这么做。但是有时候是会危害到他生命危险，例如说抽痰之类的。但是因为病人的主诉还是最优先的，我会尊重他的选择，我会继续的观察，继续问他就对了。所以其实该做的处理都有做处理啦，只是我会就发现奇怪，为什么你以前不是最疼我了吗？然后现在怎么会这么凶，这么不耐烦？有一天早上我在离开之前的时候，因为鼻胃管的事情在跟姨丈大小声。那天我在病房跟他大声，他也跟我大声。反正那天我就离开了，回去的时候我就检讨，我为什么身为一个专业的人员会去跟一个病人，而且还是加护病房刚转出来，意识可能不一定清醒，虽然他感觉知道他在做什么的人去生气呢？我就开始检讨自己，然后我调整心态转换，觉得好像睡不饱的时候，其实情绪起伏也会比较大，就是我本人会更没有耐心，更不耐烦。我这次想说的是，我很庆幸我学身心灵，是因为我有学到了这件事情，我学到了自我觉察。我透过了一些可能跟朋友对话的文字，我知道自己的一些负面情绪，或者是自己给自己的影响，我就会反问我自己说，我为什么会有这些情绪？那是什么原因导致这样子？那因为就睡不饱嘛，那没有办法。那睡不饱跟担心他们，我选择哪一个？睡不饱啊。好啊，那就是我的选择。好，那就这样子。那人类图教我怎么看自己的身体去做决定嘛。那我就问问自己说，那现在你就是都睡不饱，有时候还会不耐烦，那你还要待在这里吗？那我就毫不犹豫继续待。好，那答案都出来啦，那我还有什么好不高兴的还是什么的？就是自我觉察的过程之中，去提醒了自己一些有时候会不太去注意到的事情。其实这些东西你只要把它拿出来，把它一层一层的剥开，你会知道你选择的是什么，那是什么原因让你造成你比较不耐烦，你容易生气，或者是你的负面能量很强。当你觉察到这一件事情的时候，你是可以去改变它的。所有事情都是由你的意念去转换。我转换了我自己的想法之后都好了。如果我睡不好，那我就把握晚上的时间，反正我也不能干嘛。一上睡觉的时候，我也赶快睡觉。该吃饭的时候也吃，即使吃饭可能会让我少掉一些睡眠，但是确实自己的身体也要好好照顾。而且表哥、表姐、大姨对我的关心都很多，会煮饭啊，买便当啊，带我去吃好吃的啊。刚开始我会觉得，其实我真的很累，就是想睡觉。但是之后我会觉得，这些都是他们爱我的方式。只要换一个念头去想对方的立场，你就会知道他想给你一些什么，但是他不知道能够给你些什么，所以他就会用他的方式去对你好。那你既然知道是这一切都是好意，反正我年轻嘛，睡了就好好睡，也是这样子过来了。7月初下去到8月初回来，那也是我跑过情绪周期
我考虑了一阵子，现在病情稳定了，我可能可以回来一阵子。那如果之后有什么事情的话再下去。我把摄影的设备也带去了，但是没有时间好好做人类图相关的影片。那文稿的话，在半夜那种思绪脑袋不是很清楚的时候，根本就打不出来，然后我就什么都没有做。所以想说一仗病情稳定一点之后，我就回来台北看看能不能多写一点文稿，或者是多拍一点影片。我就准备回来了。我以为病情稳定的时候，在最后一天突然说接下去治疗的方式有没有可能要继续开刀呢？那这又是一个怎么突然又冒出来这个问题？当时我就想说，好，那边还稳定，那我就先回来，至少看看我的手啊、复健状况啊，跟眼睛干眼症、眼角膜破皮回诊去看一看。趁现在就是没什么事的时候，我还是很担心阿姨他们会太累。一个人生病，全家人都是很累的，何况是年纪这么大的人。因为我本身是护理师，那我以前也有在接居家的工作，就是 special nurse。那他们知道找我去照顾，就是会有薪水啦，但是我怎么可能会收？那阿姨给了我一笔钱，我表哥也是给了我一笔钱，然后就说去买你喜欢的东西，因为他们不知道我喜欢什么，那我自己去买。我就觉得我就年轻嘛，我有体力，我还可以继续赚钱，我不会想要去拿你们的钱。虽然我知道这是你们心意，但是如果说退回去的话，就是他想给，但是我可以选择要接受不接受嘛。但是对方可能会难过，就是会我想给你，你为什么不收？所以我接受了，但是我用另外一种方式，好，我接受你的，那你也要接受我的。所以我希望他们身体健康，早点恢复，可以出去旅游。在最后一天的时候写了一小封信给大阿姨，希望姨丈能够健康出院，那他们能够实行他们的梦想去旅游。那笔钱可能就是给他们的旅游基金。然后我就这样搭高铁回来了。说真的，他们一直都对我很好，我根本不会希望从他们那里拿到什么，这就是我爱他们的方式嘛。就像他们爱我的方式也是一样，用他们的方式对我好，那我也只能这样子去回馈他们。回来之后没多久，我表哥打电话问我说，我平常是用什么剪辑软体？我就跟他说iPad 的 Luma Function。没多久他就传了讯息给我，就说他不知道要买什么给我，所以他就选了一个太空黑的 Mac Pro。我真的是又惊又喜，又惊又喜，又惊又喜。他们用了我的方式，他们接收了，然后他们还拍了我给他们的红包袋。他说我们收了，但是我们想送你礼物，这阵子帮忙什么的。虽然我真的很心疼他们花了这一笔钱在我身上，其实他们也可以用这笔钱去做其他事情，例如说请个看护让自己更轻松，还是怎么样的。但是他们并没有。我真的觉得我如果再拒绝的话，可能他们会很伤心啊。所以我很开心，收到了这台笔电。这是我人生中的第一台 Mac， 而且就是 Mac Pro， 而且这就是我上一次跟我哥跟我妹在讨论的那一台，而且它只有这一代才出这个颜色，跟我的手机是一样的颜色。你会不会觉得宇宙其实真的是很神奇？当时我在想，我有一天会拥有一台 Mac， 但是我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出现。其中这几个月的时间，其实我有犹豫，如果设备好，剪辑更方便一点，不用转换来转换去，这样子会不会增加我的速度？但是现在我不能够奢求太多东西，其实资源都够用了，因为我就说宇宙其实都给你了你需要的东西，所以我需要的东西我都有了。这些如果再刻意去买，可能就是自己的奢侈品吧，只是自己想要。其实很多种问题都是可以用很多不同的方式去解决的，所以我就用了不一样的方式去剪出我的各种影片。但是该来的会来的，吸引力法则，当你真心的想要一个东西的时候，全宇宙都会联合起来帮助你。
这是我这次要分享的故事，关于显化还有吸引力法则。它并不是说我真的好想要有这个东西，那这个东西就会出现，而是我是真的认为我已经拥有它了，只是不是现在，然后它就出现了。这个东西显化的非常突然，我完全意想不到。我原本以为想说哪一天我可能发了疯之后就会分期去买啊，还是什么的，结果就还没到那个地步。我真的非常开心，非常开心，我可以拥有一台 Mac， 终于可以用它的 Final Cut。这是刚设定好的背景图，跟我的 iPad 一样。第一次用 Mac， 我真的是应该很多东西都要重新学习，它的版面啊、快捷键啊什么的，我是不知道要适应多久啦。不过我会好好的使用这一台，而且我觉得以它的效能，我应该可以用很久。光是之前我妈送我的那一台，我就从18、17年用到现在，应该也6、7年了吧。虽然剪片跑不动了啦，就没有办法，毕竟是老电脑了。所以谢谢大姨，你的哥哥大姨丈应该也有份吧。台南那一家人都对我很好，我能够去帮忙，我就会去帮忙，而且真的无怨无悔呢。其他人也未必会这样子。不是，我的意思是说，如果是其他人发生这种事情，我可能也就是旁观者吧。毕竟我在护理那么多年，生老病死看了很多，但是我不知道大姨那个样子，就是我那个最喜欢的阿嬷的那个样子。我对阿嬷就是我没有办法招架很可爱的阿嬷，所以，其实更重要一点是，我想要说显化跟吸引力法则嘛之外，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自我觉察。这也是你在生活中会遇到很多问题，你有时候可能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，这个时候你就先停一停。就像有时候我觉得天哪，我好像快没有耐心了，我就先深呼吸，然后让自己回到当下。我现在怎么了吗？那我需要哪里调整吗？现在状况我有需要生气或者是不耐烦吗？我有过不下去吗？他们有对我不好吗？各种方面你全部重新想了一遍之后，就会知道这可能只是单纯因为睡不饱。但是其实不只是我睡不饱，每一个人都睡不饱。他们医院来来去去，接来接去，然后阿姨其实即使在家也都睡2、3个小时，甚至睡得比我还少，所以他们其实真的是对我蛮好的。我也是希望这一次有帮助到他们，减少一点点也好。即使回来台北了，我的心还挂在那里啦。我希望他们都平安健康，不要太累了自己，还是要好好照顾自己。不管是2个表哥都一样，一个表姐嘛，姨丈、大姨，都这样，你们都辛苦了。下一次下去不知道是什么时候，不过我还在属于顺流的状态，所以就走一步算一步咯。可能废话有点多，但是我觉得这是我当下正在发生的事情，而且我觉得里面让我震惊到不行啊！3个月的显化，最主要我是觉得自我调整的部分啦，自我觉察真的很重要。当你心急或者是有很多烦心事的时候，就先让自己静一静，回到当下，你就会知道其实一切没有这么复杂。你当下饿了就去吃饭，当下累了就去睡觉。当你关心这个人，那你就去关心他。我的人生就是即使有后悔，也不要有任何遗憾。所以我想，为什么我会接到电话就冲下去台南吧？这个就是我听着自己身体的反应去做的决定，就是我一直在推的人类图。当你渐渐越来越觉察自己之后，你会感受到身体的感受跟动力。你去做这件事情，你不知道为什么，而且在台南的
路上啊，什么车子啊，我都一直看到天使数字，不一定会有人相信这个东西啊，但是我信，我知道我的频率跟他们正在对齐，然后显化出了一些东西。从阿姨的口中听起来，她真的蛮感动的。其实我能为你们做的也不多啦，毕竟我平常是个到处爬爬照的人，宇宙没有让我去上班，让我有时间来好好关心你们。如果哪一天发现了阿姨累倒了，结果我根本就不知道，那我应该就是会留下遗憾。所以不管我再累，我还是会去帮忙。那希望大家能够随时保持自我的觉察，看一件事情的时候不用想太多，回到当下，注重自己自身的感觉，该出现的事情会出现，它会到你面前来的，就像我的 Make 一样。如果你喜欢这一期的影片的话，请帮我按赞、分享、留言，你有想说什么话都可以，或者是分享一些你的自我觉察之路啊、心灵成长之路都行，因为人总是要有互动嘛，对不对？虽然我这期的影片没有那么精致，也没有打稿，就是直接这样子输出了，这才是我最希望的、最自然的方式。就是走个自然路线。你如果像我之前要打稿，我还会忘稿，之后的影片怎么做的话 ，I don't know， 随性吧。好，别忘了订阅哦。再见。